Hello， 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影视剧中常常会出现主角油尽灯枯的桥段，这种时刻往往是全剧的高潮，也十分考验演员的演技。他们在濒死前的种种表现，如果不能将我们带入戏，就会显得十分尴尬，甚至被群嘲。今天咱们就来重点比较一下演员们在濒死时刻的表现，看看谁的表演最打动你吧。先从最近的与君初相识看起，女主季云和为了阻止万花谷与北渊一战，决定拼尽自己最后的一丝力气，主动向空明讨要，与青瑶少主和解，并说出自己的计划。虽然来到阵前想要劝和，眼看着万花谷的将士们都同意和平共处，坏蛋监军出现，发动寒霜，整个万花谷若干人等一一倒下，仿佛被操纵的木偶被抻了线绳。这时季云和选择了舍己救人，他散尽了体内的灵气，到了万花谷众人的身上，大家的寒霜之毒都被压下了，但同时季云和也因为散尽了灵气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。这应该属于全剧的泪点和高潮所在，但热巴的演技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。粉丝夸他有破碎感，路人则认为他演得太刻板。为了体现虚弱的感觉，他半眯着眼睛，还一直皱着眉。虽然已经油尽灯枯，但还是妆容精致，面色红润，甚至说话时嘴角还总是带着微微的笑容。大尾巴鱼，我这次真的要变成风了。整整10多集，热巴都是这样程式化的表演，眼睛是空洞的，完全没有情感。有一说一，热巴在剧中的演技是不差的，前期意气风发、明媚张扬的御林诗被她把握的恰到好处，但在后期的油尽灯枯上就稍显不足了。程毅在与君歌的处理就好一点，最后一集里，齐燕终于成功复仇，跟义父裘子良开私营了，但前期因为透支了太多的心力，他已然病入膏肓。但在他病倒之后，还在想着为鱼儿铺后路。诚实若愚，心思缅怀，甚得真心。最后齐燕就那样靠在王叔的肩头，在他的怀里离去了，这一段真的太虐了。其实很多实力派的演员都演绎过油尽灯枯的状态，邓超在电影《烈日灼心》里就曾贡献了一出教科书级别的表演。影片中他饰演的辛晓峰被注射死刑，前期其激烈挣扎、抽搐、大口喘气，眼神中全是恐惧，将生理反应和心理反应都饰演到了极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邓超的抽搐、挣扎幅度减小，眼神中有恐惧、有绝望，相当真实，看得人胆战心惊。因为这部电影，邓超拿下了第31届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奖，而这段将死戏也成了邓超演技的最高光时刻。刘诗诗在封神之作《步步惊心》里也将油尽灯枯的感觉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濒死之际，若曦头上的花由深色变成了浅色，脸色发青，嘴唇发白，整张脸消瘦憔悴。她虽然面色苍白，状态不佳，但还是能睁着眼睛对丫鬟说：“帮我梳洗吧。”后来若曦实在太虚弱了，每说一个字儿都要特别用力的张嘴，用力的睁眼，将弥留之人的状态刻画得极好。刘诗诗的演技层层递进，这时候的她除了虚弱之外，眼神中也有一种失望，不是完全空洞的。在最后的弥留之际，脸色都出现了青灰色，眼神涣散，虚弱的快要说不出话。很明显能感受到她身体是处在一个油尽灯枯的状态。当3寸天堂前奏一响，悲伤的情绪被烘托到了高潮。周迅在《如懿传》中也有一段将死的戏，这段戏同样是全剧的最高潮。相比于许多外放的演技，周迅这段的演戏方式则是内收的。她的打扮是极其华丽的，但她的笑容却是无比凄凉的。在月光下，她与容佩谈心，这些日子，我还是不是想起很多人？在说起这些人这些事的时候，周迅的语气透露着这个人物寿命将至的虚弱无力，表情也变得悲伤。在提及孩子的时候，周迅的眼眶含着泪水，但却又努力不让自己的泪水流出来，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哭呐喊，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嚎，没有干瞪眼和撅嘴，却让人听了想流泪。周迅用看似轻描淡写、风轻云淡的表情，表达了一个妻子内心的愤怒，却没有一滴眼泪，
就到位诠释出自己对全龙的彻底心思，堪称教科书般的演技。周迅的演绎纯熟，状态沉稳，把经历了是是非非的如意刻画得相当到位。这种不动声色又没有力气再去争辩的感觉，拿捏的让人觉得有种戳心的痛。一代宗师里的章子怡饰演的宫二，也画着大红唇和精致的妆容，不皱眉头，却将角色的虚弱和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宫二是个倔脾气的女人，在临死之前，她去见了心上人叶先生，为了掩盖自己虚弱的状态，她出门前特意对镜梳妆，画上了大红唇。这时候的章子怡妆容相当精致，但却肉眼可见的疲态，这恰恰证明了她的演技。许多演技不佳的演员都要靠妆容来凸显虚弱状态，殊不知真正的演技派，化再艳丽的妆也能演绎出虚弱。每当镜头扫过她的脸，她眼神中的无力是藏不住的。我是真的累了，想回老家了。在最后将死的宫二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，眼神中有太多东西，有惋惜，也有坚定的爱意。他的眼神相当具有感染力和冲击力，能瞬间将观众带入其中。这样精准的表演，难怪会拿下12座奖杯。白雪在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里的表演也有这样的倔强。她饰演的小仙女原本活泼可爱，又有一副好皮囊，是个无忧无虑的大小姐。因为被反派吸走了功力，一夜之间成了老仙女，不仅容颜急速衰老，连寿命也没剩下几天。自知无力回天，小仙女便找来了能恢复1天青春的毒药，想美美的嫁给心上人小鱼儿。虽然已经恢复了容貌，也画上了艳丽的妆容，但小仙女微蹙的眉头和额头若隐若现的青筋，还是能让我们感受到她的身体状态很不好。累了就睡一会儿。嘴上说着不累，可用力睁着眼睛的动作却暴露了他强撑的事实。同样表现精彩的还有王传君，《我不是药神》中，他出演了一名重症病人吕受益，不仅依靠节食将自己瘦到极限，还提前1个多月就到医院实习考察，每天和那些重症病人生活在一起。他所饰演的吕受益在后来已经吃不起药了，白血病将他折磨得近乎不成人形，在病床上他虚弱消瘦，凭着残存的一口气说话，仿佛下一秒就会死去。头发显得蛮精神的。为了演出这样的状态，王传君花了不少心血，最后呈现的效果也出奇的好。蒋欣在《甄嬛传》中饰演的华妃年世兰，无疑令人印象深刻。她前期飞扬跋扈，下线时却令人心疼。将死之时，蒋欣先是保持气场不屈服，再是心态慌张有点乱，最后是心灵崩溃，选择轻生。仔细观察蒋欣的表演，会发现她的状态是慢慢出来的，一点一滴的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同时这种节奏又是连贯的，水到渠成的，没有任何脱节的。在这段戏里，蒋欣的精湛演技还表现在她对于情绪的控制，比如她质问苏公公：“皇上的圣旨呢？拿来。”比如她给甄嬛讲她和皇上的感情，他常常带着我去策马，去打猎。他说他只喜欢我一个人。又比如她质问甄嬛：“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？我不想再从天黑等到天亮了。”从这些话语中都能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浓烈的情绪，这种情绪的调度是真实的，也是贴切的。最后的那句“皇上，你害得世兰好苦啊”，更是将所有的情绪都集中爆发。可以说，蒋欣用一段精彩的表演，完美的诉说了华妃悲惨的一生。《如懿传》中的很多妃子也是在深宫里熬死的。童瑶饰演的贵妃高馨月，不仅家世好，还深得皇上喜爱，所以一直比较任性。虽然也干了些坏事儿，但思想比较单纯。因为身患重病，所以她离世之际的身体状态非常差，嘴唇毫无血色，脸上也不施粉黛，眼影倒也不是没有，但是着重画在童瑶的眼下，成了紫眼圈。虽然状态憔悴不已，但童瑶的眼神却充满了向往和洒脱。思想单纯的他在紫禁城勾心斗角实在太累了，死反倒是一种解脱。而在死之前，他还揭发了害他的皇后，算计了负了他的扎扎龙，这确实值得没脑子的贵妃好好开心一下。饰演皇后富察郎画的董洁则完完全全是另一种表演方式。郎画有心机有手段，但常年被家人 PUA， 她奋斗了大半辈子，就是为了维持住家族的荣耀。可惠贵妃走的时候，还在皇帝面前摆了她一道，所以她油尽灯枯之时，还在极力撇清自己。明明面容憔悴不已，郎画的眼神却急不可耐，生怕皇上不相信自己。若不是逼不得已，
这却何必置人于死地？因为太过用力的说话，老化的五官皱成了一团，额头上青筋暴起。可是到最后，皇上也没相信他。皇后心如死灰，闭眼冷笑几声，脸上的汗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，一时让人分不清她究竟是在哭还是泪到了虚脱。一段完美的表演，服装造型和演员的表现缺一不可。所有准备到位之后，才会呈现出最精彩的作品。大家觉得哪位演员下线时最让你不舍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 C 台的视频，就请多点和关注 ，C 台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